我一手养大的孩子，现在管别人叫妈妈。兰兰，我这辈子只要你一个，我们丁克吧。为了证明你的决心，你去做绝育吧。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牵挂，只有彼此。好。兰兰，这是我从福利院领养的孩子，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让你当成妈，以后你得细心抚养他们成才。好，我一定用心教养。兰兰，子豪和妍妍出息了，咱们之前说好的，等孩子考上大学，你就退居二线。这份财产转让书，你签了吧？兰兰，哎，你糊涂啊！这两个孩子来历不明，你辛苦打拼这么多年，怎么能把全副身家都给他们呀？妈，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兰兰，妈求你了，别当这个冤大头！你把钱都给了他们，你以后怎么办？败家娘们儿，简直是鬼迷心窍！我没你这种没脑子的女儿。拿到了，拿到了，终于拿到了！顾兰兰，多谢你替我照顾了文超和孩子这么久，现在他们有钱有势了，是时候把他们还给我，让我们一家四口团聚。兰兰，我这辈子只要你一个，我们丁克吧。为了证明你的决心，你去做绝育吧。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牵挂，只有彼此。兰兰，这是我从福利院领养的孩子，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让你当成妈，以后你得细心抚养他们成才。好，我一定用心教养。这个陪了我20年的男人，竟然背刺我！夏文超，原来你早就和杨威勾搭在一起。顾兰兰，你不用生气，你既然爱文超，就应该为了他的幸福而做出牺牲。快点签了吧，磨蹭什么呢？我和夏文超是大学同学，他来自农村，家境不好，经常一个人躲在宿舍啃白馒头。那次他昏倒，我才知道他的窘况。以后你的生活费我包了。杨威是夏文超的高中同学，他们是青梅竹马，我以为他们早就没在一起，不料后来他们又勾搭上了。杨威进我公司时装得乖巧懂事，我还一路提拔他做了总监。顾小姐太惨了吧，刚把财产转到2个孩子名下，她就不装了，要求离婚。听说他们以前说好一辈子丁克，不料夏先生后来领养了2个孩子，他们考上了清北，今天的升学宴就是为此而来。我怀疑这对龙凤子是夏先生和那个荡妇生下的野种，这还要怀疑？明摆着，否则不可能要顾兰兰转移财产给孩子。顾小姐真惨，被人算计了。兰兰，你看，你中了他们的圈套了。我和你爸早就说过，这个男人居心叵测，很有心机，接近你和对你好都是为了钱。我们也曾提过这对龙凤胎来历不明，劝你要留个心眼，可你就是不听。我顾家怎么有你这种不孝儿孙？为了一个男人，连财产都能拱手相让，你简直丢尽了我的脸！顾兰兰，你也不用怪我，我是个正常的男人，你没有了子宫无法生育，那我只能找别人来生。夏文超，当初是你要我去做绝育，和你丁克一辈子，说这样我们就不会后悔。为了你，我才做了这么大的牺牲，现在你反倒拿这个当借口。那是以前，现实就是你无法生育，而我想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只好找杨威。是的，一个女人无法生育，赚了这么大的家产，将来能留给谁？夏文超，你还记得你当年是什么样吗？你来自农村，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连学费都交不上，天天躲在宿舍吃馒头。还有你母亲重病没钱看，要不是兰兰周济你们，你和你妈早就死了。当时你们结婚，
我们顾家没要你1分钱彩礼，还陪嫁了房子和车子。你喜欢吃酸甜排骨，兰兰就请了最好的厨师做给你吃，自己也去学习这个菜式。你弟弟失业好几年，妻离子散，兰兰他爸开口叫他过来，给了一个经理的职位，工资上百万年薪。我们一家对你不错了，不料你却恩将仇报，拿走我顾家财产。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好了，顾兰兰，这份协议你还要看多久？即使你不签，也意义不大。毕竟财产你已经转在了孩子的名下，咱们夫妻共同财产剩下的也就几万块。看在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牺牲的份上，这几万块我就留给你养老。是啊，如果不是顾兰兰，她母亲早就死了，她也不可能过得这么好。只能说顾小姐遇人不淑，被人玩得团团转，看她现在还这么得意。畜生！来人，抓住这个老不死的，给我打！这几个保安在宴会开始时还对着父亲谄媚哈腰，此刻全然变了副面孔。你们敢动我？为什么不敢？你以为你是谁？爸爸身份尊贵，曾是本省商学会的会长，结交的都是达官贵人，现在竟然被杨威这种货色骑在头上拉屎，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太过分了吧，连顾老先生都打。顾老先生热心慈善，经常给贫困生、困难户和老人捐款，还修了那么多学校，现在竟然被这种货色欺负成这怪。要怪只能怪他女儿不争气，为了一个男人甘愿去丁克。他难道不知道丁克女人无法反悔，而男人到7老8十都能生吗？宰卖爷田不心疼，我要是有顾兰兰这种败家女儿，我一巴掌打死她。这对奸夫淫妇真该拉去进猪笼，可偏偏他们现在吞了100亿资产，成了全市首富。闹够了没有？顾兰兰，你签不签？给个准话。我签。好，好，好，多谢你亲手为我们一家送上这100亿财产，这些钱我们几辈子都吃不完，你真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啊！顾兰兰，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我高低得敬你这一杯。是吗？希望你们能笑到最后，千万别哭得太早。你们，老顾，爸，他心脏不太好，当年我做绝育时，就差点把父亲气死。建国，老顾，你醒醒啊！建国，大何洁，你怎么也来了？不会看上顾兰兰这个黄脸婆了吧？顾叔叔，醒醒！顾老先生这下气得不轻。哎，他们那对龙凤儿女呢？刚才好像一直没见。听说去学校拿大学录取通知书了，估计快回来了。爸，杨阿姨，我们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好孩子，以后你们要管杨阿姨叫妈妈。妈妈，妈妈！哎，我的好孩子，我一手养大的孩子，现在管别人叫妈妈。好孩子，以后妈妈不用再偷偷摸摸去学校看你们了。夏言、夏子晨，你妈悉心照料你们18年，你就是这样对她的。夏子晨，你忘了你体质弱，小时候经常感冒发烧，是顾兰兰冒着大雨连夜抱着你跑去医院看医生。还有你夏言，
你上高中迷上那个黄毛，那天和他们出去鬼混被放了药，要不是顾兰兰带着人及时赶到，你这辈子就毁了。为了保护你，顾兰兰后背被人砍了整整10刀。如果不是顾兰兰，你早就烂在泥潭里了。就连你第一次来姨妈，也是顾兰兰手把手教你怎么处理啊。行了，做的再好，顾兰兰也不是我亲妈，血缘这东西，她给得了吗？就是顾兰兰，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一个生不出蛋的母鸡，根本不配当我夏子晨的母亲。我的天，亲子鉴定是亲生的，那顾兰兰这18年岂不是白养了？是啊，生不出孩子，连养的孩子都是别人的亲骨肉，也太惨了吧。所有人都以为我顾兰兰是最大的笑话，但谁是笑话还不一定。夏言、夏子晨，既然你们嫌我不配，那咱们就断绝收养关系吧。顾小姐，我求之不得。我给过你们机会，如果你们刚才哪怕有一丝良心，我或许会留条活路。可惜，人性和太阳一样不可直视。顾小姐，既然手续办完了，这个升学宴也就和你无关了，你可以走了。还有，麻烦你和你的父母今天就搬出那栋别墅，因为房产证上马上就会写上我儿女。不急，今天是我孩子的升学宴，宴会还没正式开始，我这个主角怎么能走开？孩子们，进来吧。这2个孩子长得也太好看了吧！那个男孩比电视上的明星还帅，那个女孩像洋娃娃一样，跟夏总那2个比起来，简直天壤之别。顾兰兰，他们是谁？你从哪里弄来的孩子？妈妈，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孩子，这是姐姐，叫夏言，这是弟弟，叫夏子晨，我是他们的妈妈。什么？顾兰兰，你是不是有病？你从哪里弄来的孩子？还取了和我孩子一模一样的名字？你故意的是不是？怎么，就你们的孩子能叫夏言、夏子晨，我的孩子就不行了？名字而已，又不是你们家的专利。他们真是你的孩子？不可能！告诉大家，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叫夏言。这是我姐，我叫夏子晨。顾兰兰是我们的妈妈。顾小姐这2个孩子长得也太好了吧？是啊，女生偷着灵气，男生比小鲜肉还帅。瞧瞧夏先生带来的，不配给顾兰兰的孩子提鞋。夏文超，忘记告诉你，你这2个孩子长期暴饮暴食，已经出现了早熟、身材发胖的症状，而且他们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顾兰兰，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你不相信？那等你有空了，就带他们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不过，你难道没发现这2个孩子和我家这2个取了同样的名字，这件事不觉得奇怪吗？你想说什么？名字一模一样又怎样？你想表达什么？不急，真相就在你自己手里。夏文超，你去看看刚才签下的那份转让协议。这能看出什么？没问题啊，字迹是对的，公章也是对的。顾兰兰，白纸黑字写着你的财产归我儿子女儿了，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吓唬人！夏文超，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还有你杨威，你本只是公司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靠着夏文超暗中提拔才爬到总监的位置。难道你除了钻研怎么勾引男人，别的业务能力都没学会？这2个孩子也和你们一样蠢。顾兰兰，你什么意思？难道你们就没看出协议上的夏言和夏子晨用的是我身边这2个孩子的身份证号码？你们利欲熏心，连身份证号都不核对就算了，
甚至这4个孩子的生世日期完全不同，你们竟然也没看出来？什么？没人知道，这辈子我重生。求你们放过我！妈，哦不，顾小姐，看你现在这样子，真像一条濒死的丧家犬。别挣扎了，你占着顾家的位置太久了，该腾地方。知道吗？第一眼看到你时，我和杨威都觉得你是我们的救赎。当时我和文超正在热恋，分析了你的性能。你做事有章法，性格温柔，可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对身边人太好，这就是我们利用的筹码。你父亲爱做慈善，你也一样，同情弱者。更重要的是，顾兰兰，你还有点恋爱脑。文超家里虽然穷，但也不至于天天吃白馒头。那份贫穷是文超特意为你准备的邂逅条件。我们定下计划，我在宿舍啃馒头，然后在你面前恰到好处的昏倒。果然，你那同情弱小的心一下子就被我勾住。接下来几次浪漫偶遇，你这种恋爱脑就顺理成章的上钩了。我说要和你丁克，让你去做绝育，当时我心里其实挺忐忑的，毕竟你有100亿身家，我怕你会甩了我。哪知道你竟然真的同意了，真的去做了绝育。从那一刻起，后面的事就水到渠成，你的财产全落到了我们手里。我竟然回到了和夏文超结婚的当日。兰兰，我想好了，为了咱们能一辈子过2人世界，不被孩子分走我的爱，咱们做丁克吧。为了永绝后患，你去做绝育吧，这样我就能永远只爱你一个人。好啊，文超，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答应。夏文超、杨威，这辈子我会让你们亲眼看着你们想要的权势地位是如何一点点变成埋葬你们的坟墓。兰兰，这2个孩子往后就交给你了，你可得像亲生的一样疼他们。放心吧，文超，我一定会给他们最好的母爱。上辈子我悉心教导，这辈子你们想要怎样，我就由着你们的性子。上辈子我悉心教导，这辈子你们想要怎样，我就由着你们的性子。妍妍，跟朋友玩得开心点，只要不影响学习，妈妈都支持你。哎呀，老师对不起，子晨还小，下手没个长状。子晨别怕，回家妈妈给你做好吃的。来，多吃点，正长身体呢。啊，这是什么？现在走2步怎么这么喘？累死我了。背，一个字都不能错，死记硬背就行了。这套方法小学、初中管用，可到了高中，逻辑和思维应一旦跟不上，你们就是废人。我花高价请人教他们钢琴、马术，这些看着高大上，实则挤压了他们大量的学习时间。我知道他们没天赋，这正是我要的结果。顾总真是个好宝妈，对领养的孩子都这么舍得花钱。是啊，简直溺爱到了骨子里，真是大好人。另外，重生后，我高价请了几个精英退伍兵去暗中跟踪杨威和夏文超，并在公司、家里和他们所在的爱巢里布了眼线，进行窃听、监视。当得知他们去做试管要生一对龙凤胎时，我也做了相关的布置。这意味着你把财产转给了那2个陌生孩子？那不是陌生孩子，那是我的亲生骨肉。我的财产不过是左手疼右手，1分钱都没落到你们手里。不，这不是真的！夏文超，这个协议一式4份，你觉得光改你自己手里那份能有用？顾兰兰，你真卑鄙，居然在这上面挖坑等着我！说到卑鄙，还轮不到我。多谢你放过我。现在法律上咱们已经离婚了，而且根据这份你亲手签下的协议，你身上仅有的那几万块生活费，现在也是我的了。要不是顾及我城市女首富的身份，
我现在就能在现场翩翩起舞。上辈子我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父母连遭毒手，我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为了报仇，我足足准备了18年。我不但要夏文超净身出户，还要将这2个白眼狼和杨威一网打尽。这对孽种已经被我彻底惯坏了，懒惰、自私、身子虚，还有控制不住的暴力倾向。往后的日子，有的是他们受的。这为了报仇竟然隐忍了18年，这种人谁惹得起啊？有钱有势还有这种心机，顾兰兰太可怕了。臭丫头，你真是，你把爸妈瞒得好苦啊！你这老头子，刚吐了血，注意点儿。医生说了不能大喜大悲，快去休息。老婆，刚才那些事儿其实都是我和你开玩笑的，我是想看看你对我有多真心，你别当真啊。是啊，妈妈，刚才我们都被杨阿姨、被杨威带坏了。我最爱的人是你啊，你是亲手养大我们的，你才是我亲妈。妈妈，你原谅我们好不好？你他娘的！你不过是我顾家养的一条狗，竟然敢咬主人，好大的狗胆！滚！妈妈，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认真改正的。都是你害的，顾家养了你这条狗，你还敢咬主人！杨威，马上给我跪下来，向我妈妈认错！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控制住！顾小姐，对不起，我错了，我来帮你老婆，要不你就把这个杨威开除算了。他们这么快就想出了牺牲杨威来保全夏文超的办法，毕竟夏文超觉得他跟我还有20-30年的夫妻情分。杨威，我自然是要开除的。夏先生，今日是我孩子的升学宴，我没打算宴请你们，这里不欢迎你们，麻烦都出去。老婆，我错了，求求你别赶我走。妈妈，你别赶我们走啊！我想当你一辈子的女儿。妈，我们知道错了。滚！老婆，给我们一个机会吧，以后再也不敢了，求你别不要我们。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上辈子我过得那么悲惨，现在不过是赶他们走，他们就受不了了。哈哈哈，顾兰兰，这一次算我被你算计，令我分文未得。可这又怎样？这些年我从顾家捞到的好处也有几千万，足够我们无忧无虑过一辈子了。而且我这2个孩子考上了清北，他们前途光明。至于你弄来的那2个孩子，长得好看有什么用？怕是只考了个大专吧？要是真的只考了大专，那确实差点意思。夏文超，即使我家孩子考不上清北，那又如何？我有上百亿资产，他们可以躺平过一辈子。哇，他说的对啊！是啊，上百亿身家，只要不乱投资，不碰黄赌毒，一个家族能吃好多年了。清北毕业，除非是顶级大佬，否则在100亿资产面前，确实啥也不是。长得好有什么用？说到底是你这2个野种蠢笨，不会读书，所以只能读大专。谁说我2个孩子蠢笨，只能读大专的？夏文超，告诉你吧，他们都考上了清北。天哪！
还真是清北，一门双清北，厉害啊！家里这么有钱，孩子还这么争气，两个都考上了。我家孩子要是能考上个一本，我都要去庙里还愿了。顾总真是好福气。夏先生，刚才你不是说你这两个孩子也考上了清北吗？不知道能否亮一下录取通知书，也让我们开开眼。是啊，夏总，快拿出来给大家瞧瞧，双喜临门啊！夏言、子晨，给他们开开眼，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清北录取通知书。爸，不用了吧？是啊，这是个人隐私，没必要展现出来。叫你们拿出来就快点拿，磨蹭什么？给他们看。爸，我们没拿到录取通知书，因为我们没考上清北。什么？没考上？没考上清北，随便考个复交之类的名校也不错啊。复交也没有，那随便来个985总有吧？没有。爸，我们就考了个大专。什么？你们就考了个大专？花了这么多钱请名师，给你们报高数、高尔夫，你们就考个大专？你们是猪吗？上辈子我劳心劳力，从小严格教育他们，连玩手机都限定时间，为他们的学业保驾护航，终于让他们如愿考上清北。但这辈子，这两个毫无自律的孩子，在我有意的放纵下，能考上清北就有鬼。这打脸来的也太快了，比我儿子还不如啊！我儿子起码读了个2本。夏先生看来是要气死了，刚才那股狂劲哪儿去了？顾兰兰，你别得意，你会有报应的。我知道你根本不能生育，这两个孩子怎么可能是你的？你肯定是用了见不得人的法子，你这是犯法的！我要去举报你，让所有人都看见你的真面目！他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肯定是耍了花招。我们要揭穿你，不能让你一直装模作样。兰兰，别跟他们废话了。文超，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文超，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总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蠢，会被你耍得团团转。何洁，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和顾兰兰是什么关系啊？我是他们的爸爸，也是兰兰的丈夫。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爸，你终于来了。怎么，你又欺负文超了？何洁，你正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你竟然和他好上了？这不可能，他根本无法生育啊！对不起，兰兰，我又踩到你了，我真是太笨了。没事，学跳舞哪有不被踩的？继续。上辈子，何洁是我错过的那个人。兰兰，你当初怎么就不听我的呢？如果你听我的，就不会被那个坏男人害成这样，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在我被白眼狼拔掉氧气管后，只有他过来处理了后事。夏文超因为娶了我，跨越阶级成了豪门夫君，而何洁曾只是普通白领，经常被夏文超耻笑是窝囊废，买不起车，没去过月巴克。何洁，你捡了个破鞋还当宝贝，他没生育能力，他生不出来，你被他骗了。夏文超，你是不是觉得全天下就你一个聪明人？和你在一起10年，我早就对你死心了。我并没有去绝育，而是买通了医生，做了一份假报告交给你。夏文超，机关算尽太聪明，可你还是输得一败涂地。夏文超和杨威纠缠不清，我也和何洁背后有一腿。
何洁身材高大，让我尝到了阳刚男人的滋味。夏文超睡了我的员工，我睡了他发小。得知夏文超把杨薇搞怀孕，我和何洁也做好了生娃准备。在我们通宵夺旦努力了半个月之后，我也怀上了。可能是老天爷想帮我们，我竟然和杨薇一样，也怀上了龙凤胎。文超，国外那几笔生意出了点状况，我得亲自去处理，可能要走好几个月。老婆，你放心去吧，生意要紧，家里有我照看。当时肚子大了，我做了个局，说要去处理国外的生意。夏文超根本不在意，他巴不得我离开，好和那荡妇过二人世界。那是为了生娃，我一走就是好几个月。他们两个肆无忌惮，我在监控中看到他们经常尝试新动作。这一局你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我一辈子都看不起，觉得买不起车，去不起月巴克的窝囊废发小，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睡了我的老婆，生了顾家的继承人。顾兰兰，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你竟然敢这样欺负我儿子夏文超，我跟你拼了！老太太，你放尊重点，再敢动手，我就报警了。你放开我！你这个野男人，竟然敢管我们夏家的事儿，我看你是活腻了！顾兰兰，你这个丧门星，我们夏家哪里对不起你了？你竟然这样对我儿子！你赶紧把财产还给我孙子孙女，再跟我儿子道歉，不然我们今天就不走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娶了这么一个恶毒的儿媳妇，霸占家产，还欺负我儿子夏文超孙子孙女。老天爷啊，你快把这个贱女人收走吧！哎呀！我的天，这也太不讲理了吧！是他们儿子夏文超出轨算计，反倒怪起顾总来了。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一家子撒泼打滚的样子真难看。上一世这两个老人夏老汉和夏老太也是这样，骂我是不会下蛋的母亲，说我活该被抛弃。这一世我不会再给你们机会。哭够了吗？如果哭够了，就赶紧起来，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我就不起来，除非你把财产还给我们，不然我就一直坐在这里，哭到死为止。对，我们就不走了，你看着办吧。是吗？既然你们不想走，那我就报警吧，让警察来评评理，看看是谁的错。顺便，我把我手里攒了18年关于夏文超和杨威挪用公款的证据一并交给警察，让他们带你们去吃牢饭。爸妈，你们别闹了，赶紧给我起来！我不起来！儿子，你怕什么？他不敢报警的，这是咱们夏家的家事，警察管不着。妈，你不懂，他手里真有我和杨威挪用公款的证据。如果他报警，我和杨威现在就要去坐牢。什么？坐牢？他真的有证据？是真的。这些年咱们从公司拿的每一分钱，他全都知道，而且全都有账本。如果他按下去，咱们全家就完了。顾小姐，刚才是我们老糊涂了，是我们不对。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是啊，顾小姐，我们这就走，马上就走。等等，就这么走了？你们刚才在这里大闹一场，搅乱了我孩子的升学宴，难道就不用道歉吗？对不起，顾小姐，我们错了。声音太小了，我没听见。对不起，对不起，顾小姐。对不起。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不然我不客气。18年的复仇，终于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兰兰，都过去了，别再想了。上一世的痛苦和绝望都已经成为了过去，这一世我有疼爱我的丈夫，有可爱的孩子，还有健康的父母。我会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顾总，恭喜你啊，终于摆脱了那个吃软饭还咬人的渣男，大快人心。顾总，您的2个孩子真是太优秀了，一门双清北，这才是真正的名门之后啊！顾总，以后在商会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开口。多谢各位抬爱，今天咱们只谈喜事，不谈扫兴的人。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我早就跟你说过，顾兰兰那个女人心眼多，让你小心点，你偏不听。现在好了，100亿家产1分钱没拿到，还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我们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真是个废物！当年要不是你说能把顾家的家产都弄到手，我怎么会同意你和杨威那个狐狸精搞在一起？现在倒好，偷鸡不成蚀把米，我们以后可怎么活呀？都怪顾兰兰那个贱人，她竟然骗了我18年，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不放过她，你能把她怎么样？现在顾兰兰手里有我们挪用公款的证据，要是她报警，我们都得去坐牢。我可不想坐牢啊！就知道哭！当初要不是你整天催着我赶紧把财产弄到手，我也不会这么着急露出这么多破绽。现在出事了，你倒怪起我来了！我催你，夏文超，难道你不想拿到顾家的财产吗？这些年我们忍气吞声，不就是为了今天吗？现在失败了，你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我不是男人，那你去找别的男人啊！你们别吵了，吵来吵去有什么用？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后没钱了怎么办？我昨天还看中了一个限量版的包包，要10几万呢。还有我跟同学约好了下个月去国外旅游，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要好几万呢。你们赶紧把钱给我啊！钱，就知道钱。现在我们1分钱都没有了，哪里还有钱给你们买包包去旅游？以后你们都给我省着点花。什么？没钱了？怎么会没钱呢？你不是说这些年从顾家捞了几千万吗？那些钱去哪里了？那些钱大部分都投到生意里去了，现在被套牢了，拿不出来。我不信，你肯定是把钱藏起来了，不想给我们花。就是，你要是不给我们钱，我们就不认你这个爸爸了。顾兰兰，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顾兰兰，大家都听好了，等会儿顾兰兰来了，我们就一起冲上去，拦住她的车，不让她出去。她要是不给我们钱，我们就一直闹下去，闹到她给为止。放心吧，文超，我们都是一家人，肯定会帮你的。今天一定要让顾兰兰那个贱人把钱吐出来。对，一定要让她把钱吐出来。顾总，初步核查结果出来了。夏文超从结婚第3年开始，就利用采购总监的职务之便，通过虚增供应商报价、签订阴阳合同的方式，每年从公司套取至少200万。杨威升任市场总监后，更是变本加厉，把公司的广告投放、活动策划业务全部交给他们自己注册的空壳公司，5年时间就转移了3000多万。还有呢？还有更严重的，我们发现他在开门群岛注册了3家离岸公司，累计向海外转移了超过5000万的资产，这些钱大部分都被用来购置海外房产和奢侈品，还有一部分转给了夏家的亲戚。亲戚都有哪些人？主要是夏文超的2叔夏建军、3叔夏建民，还有他的姑姑夏春兰，每个人都从夏文炫那里拿了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而且没有任何借条。另外，杨威的弟弟杨磊这几年从杨威手里拿了至少200万，全部用来赌博和挥霍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凡是和夏文超、杨威有不正当资金往来的公司员工，立刻开除，永不录用。涉及违法犯罪的，直接移交司法机关。至于那些亲戚，让律师准备好材料，全部起诉。我要让他们知道，拿了不该拿的钱是要付出代价的。顾总，不好了！夏文超和杨威带着一群记者和亲戚堵在公司楼下，说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控诉你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还诬陷他们挪用公款。他们倒是来得挺快，正好我也想当着媒体的面好好跟他们算算账。兰兰，要不要我陪你一起下去？那些记者肯定会故意刁难你的。不用，你在这里等我就好，这点小事我还应付得来。不用，你在这里等我就好，这点小事我还应付得来。再说，我正好让所有人都看看夏文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顾总，外面人很多，需要我们强行驱散吗？不用，把门打开。大家快看，这就是顾氏集团的总裁顾兰兰，她就是一个忘恩负义、蛇蝎心肠的女人。我跟顾兰兰结婚20年，为顾兰兰当牛做马，顾兰兰却趁我不注意，偷偷转移了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各位记者朋友，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顾兰兰因为自己不能生育，就嫉妒我有孩子，不仅抢走了我们的孩子，还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啊！顾总，请问夏先生说的是真的吗？您真的转移了夫妻共同财产吗？顾总，您为什么要诬陷夏先生和杨女士挪用公款？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了孩子，您心里不平衡？顾总，您和夏先生的离婚案是不是还有什么隐情？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安静一下。既然夏文超说我诬陷他，那我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证据拿出来，让大家评评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夏文超从2011年到2025年通过虚增采购价格套取公司资金的所有记录。这是杨威把公司业务转移到杨威自己空壳公司的合同，还有这些是夏文超和杨威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凭证。这些证据，顾氏集团已经全部提交给了法院和公安机关。你伪造证据，这些都是顾兰兰伪造的。顾兰兰是为了霸占我的财产，故意陷害我。伪造证据？夏文超，你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吗？这些银行流水和合同都有银行和公证处的盖章，如果你觉得是伪造的，你可以去法院起诉我。不过我提醒你，伪造证据是要负法律责任。还有，你说我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我想问问你，咱们结婚20年，你赚过1分钱吗？顾氏集团是我爷爷一手创办的，是我父亲传给我的。你从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穷小子，变成了住别墅、开豪车的豪门女婿。你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顾家给你的？你不仅不感恩，反而联合外人掏空我的公司，算计我的财产。到底是谁忘恩负义，谁蛇蝎动心？说得对，夏文超就是个吃软饭的白眼狼，自己没本事还想霸占老婆的财产，太不要脸了。杨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小三还这么理直气壮。等等，杨女士，先别急着走，我还有一件事要宣布。我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回你和夏文超挪用的所有公款，并且赔偿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另外，我还会向法院申请冻结你们俩名下所有的资产。从今天起，你们1分钱都别想再拿到。我相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本台消息：由于顾兰兰申请了财产保全，我一定会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烦死了，每天都吃这些破东西，我都快吃吐了。我想吃牛排，想吃火锅，想吃甜品。我也想吃，我还想买最新款的游戏机，还有那双限量版的球鞋。吃，就知道吃。现在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能有馒头咸菜吃就不错了，还想吃牛排火锅，做梦去吧！都怪顾兰兰那个贱人，要不是她，我们现在还是豪门小姐，怎么会过这种苦日子？就是，等我以后有钱了，一定要好好报复顾兰兰，把顾兰兰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抢过来。如果当初老老实实上班，何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弟弟，你看，里面有好多好看的首饰，我们进去看看吧。看有什么用？我们又买不起。
气，我们可以偷啊！你看那个柜台里的项链多好看啊！要是能偷出来卖掉，我们就能买好多好吃的，还有游戏机和球鞋了。好，就这么办。等会儿我吸引店员注意力，你趁机拿项链。喂，服务员，把这个戒指拿给我看看。先生，您真有眼光，这款是本店新款，非常适合您的气质。这个。两位，请等一下。干嘛？有事儿？不好意思，我们监控显示，这位女士刚才拿了一条项链，没有付钱，请您现在拿出来，不然我们就要报警了。你胡说！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拿了？你们这破店小讹人是不是？是不是冤枉？去监控室看一眼就清楚了，请吧。老实点，别动！人赃并获，还有什么好说的？不是我，是项链自己掉进去的。带走，回派出所接受调查。同志，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孩子吧，他们还小，不懂事，一时糊涂才犯了错。我们愿意赔偿珠宝店的损失，多少钱都可以。赔偿是必须的，但那条项链价值5万多，已经构成了盗窃罪。夏言和夏子晨都年满18周岁，是成年人了，必须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盗窃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3年？不行啊，同志，他们不能坐牢，他们还是孩子。18岁了，做错了事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带走。夏言、夏子晨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我的好孙子啊，你们怎么能去坐牢啊？活该！这2个白眼狼早就该受到惩罚了。从小就被宠坏了，好吃懒做，偷东西也是迟早的事儿。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顾总，那边判了，1人6个月。这都是他们自己选的路，怨不得别人。上一世，这2个白眼狼亲手拔掉了我的氧气管，这一世，我看着他们走进牢笼，这报应才刚刚开始。18年的隐忍和等待，终于要在今天画上一个句号。指控被告人夏文超、杨威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5200万元，职务轻善占3800万元，涉案总金额近1亿元。法官大人，这些钱应视为其共同财产，且夏方效力顾氏20年，劳苦功高，请求从轻处。对，顾氏集团系顾兰兰女士婚前个人财产。夏文超已领取高额报酬，其非法转移资产的行为已构成重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依法严惩。被告人夏文超、杨威对指控是否有异议？我认罪，但这一切都是杨威他指使我的，是他怂恿我挪用公款，我只是一时糊涂被他蒙蔽了。夏文超，你胡说，明明是你先提出来的。你说顾兰兰不能生，顾家财产迟早是我们的，让我帮你一起弄到手。现在出事了，你想甩锅，你还是不是男人？就是你，要不是你在我耳边吹枕边风，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是你害了我！真是狗咬狗，一嘴毛，这种人就该重判。安静！法庭之上不得喧哗。从夏文超故意装穷博取同情，到骗我做手术，再到他和杨威暗结珠胎让我抚养，我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但我错了。有些人的心是捂不热的。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博取同情，
我只是要让所有人知道，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违法犯罪没有任何借口。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人夏文超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威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被告人夏文超、杨威退赔违法所得，共计9000万元，发还被害单位顾氏集团。兰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求求法官放过我吧，兰兰。上一世的仇，这一世我已经报了，从此以后，你我之间再无瓜葛。不，放开我！都结束了。是啊，都结束了。好孩子，这18年苦了你了。爸，我不苦，只要你们好好的，我就什么都不怕。爸爸妈妈，我们的身后是过去的黑暗与痛苦，我们的前方是光明且幸福的未来。好了好了，化妆师好不容易化好的妆，可别哭花了。兰兰，准备好了吗？那小子在外面等的都快望穿秋水了。妈妈，你今天是全世界最好看的新娘，这是我和弟弟早上亲手摘的。爸爸说，栀子花代表永恒的爱，最适合妈妈了。妈妈，给你戒指。爸爸刚才偷偷跟我说，他要是敢对你不好，我和姐姐就一起揍他。我们可是男子汉，会保护妈妈的。上一世，我从未体会过这样的温暖，这一世，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家。18年的默默守护，2辈子的执念等待，终于在这一刻得偿所愿。何姐，我把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交给你了，只求你一辈子对她好，护她周全，不让她再受一点委屈。你能做到吗？爸，我能。我向您保证，这辈子我都会用我的生命去爱兰兰，去守护这个家。无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我都会陪在她身边，不离不弃。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兰兰，这是你出生的时候我和你妈给你准备的嫁妆，本来想着你第一次结婚的时候给你，没想到，不过现在给也正好，这东西就该我真正的女婿和女儿。女儿。傻孩子，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哭什么？爸，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跟爸还客气什么？好了，快擦干眼泪，去跟何洁敬酒去吧，别让客人们等急了。嗯。兰兰、何洁，祝你们永远幸福。说真的，看到你们今天这样，我比谁都高兴。老顾，你养了个好女儿啊！这都是兰兰自己争气。婚礼结束后的日子，没有喧嚣，只有宁静。在想什么？在想，我现在真的好幸福，有你，
有孩子，还有爸妈都在身边，我觉得以前受的所有苦都值了。余生很长，我会陪你一起看遍世间风景，守着这个家，直到白发苍苍。兰兰，今天想吃什么？回家我给你露一手。只要是何洁做的，兰兰都爱吃。夏文超，兰兰，记得当初请的律师吗？当场就冻结了夏文超和杨威的所有财产。杨威在那之后吃了整整1年牢饭，现在还没缓过劲来。那2个孩子贾夏言和贾夏子晨花钱大手大脚惯了，夏文超给不出钱，那2个白眼狼就对夏文超拳打脚踢。听眼线说，有一次那2个白眼狼为了抢夏文超藏的100块钱，当场打断了夏文超2根肋骨。对我而言，夏文超这些人已是彻底的过去，甚至不值得我再提起一个字。兰兰，你大概还不知道，夏文超为了活命，后来找了一个跛脚的老女人。那个女人给了夏文超20万，但据说那女人手段很辣，每晚都要变着法子折磨夏文超。夏文超现在生不如死。多行不义必自毙。哎，小心小心！你个没用的东西，连个路都走不好。是是是。你们，夏文超，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我为你坐了1年牢，你竟然在这里陪着这个老怪物！你把顾家的钱都到哪儿去了？你背着我跟着死瘸子过好日子，掐死你！哪来的疯婆子，敢抢我的男人？给我打死他！放开！你这个疯女人，放开我！被告人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死刑，从此以后立即执行。他终究成了杀人犯，为他荒唐而罪恶的一生画上了句号。这一片的规矩你不懂，保护费拿来。夏子晨，上次划伤我兄弟的脸，今天让你拿命还！啊！我的腿！这2个白眼狼失去了经济支柱，贾夏子晨整天找人收保护费，还和人打架。后来一次火拼，贾夏子晨被人打断了1条腿，彻底成了废人。亲爱的，我好像有了。有了？谁知道是谁的种？滚！以后别再来找我，咱们分手。至于贾夏言，由于早就失身了，就和黄毛们混上了。后来怀孕，黄毛不认，贾夏言只能独自去打掉，还被无情抛弃。臭不要脸的小狐狸精，敢勾引我老公！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勾引别人老公的下场。后来贾夏言去夜总会上班，因为被人包养，原配找人来闹，他在闹市被原配扒了衣服，视频传得到处都是。再后来，贾夏言和他弟弟贾夏子晨一样，因为各种罪名被送进了监狱吃牢饭。顾总，就这些了，我知道了。听到这些，我笑了笑，没有丝毫同情，这些都是他们应得的报应。兰兰，医生说你身体调理得很好，是不是可以再给夏言和子晨生1、2个弟弟妹妹？好。经历了2辈子，我更加珍惜老公和孩子了。我的生意做得更大，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生活在无尽的幸福之中。